尽管缺乏证据，但还是有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当天故意带风向称，华盛顿相信上周末被美方击落的中国气球的制造商与中国军方有直接关联。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及国防部官员当天还连续出席多场参议院听证会，并将焦点引向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所谓国安威胁上。PRC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the intent and means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扬言，美国将透过更广泛的努力揭露中国的所谓监控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还在记者会上声称，中国此类气球项目在全球40个国家都在实施。美联社记者马特里要求发言人提供具体的国家名单，但被发言人拒绝。随后，马特里质问发言人 ：Did any of these other 39 countries come to you and say, "Hey, the same thing has happened to us"? I'm just not going to go into our private diplomatic. Well, then that suggests that, in fact, you guys are conducting exactly the same kind of surveillance over these countries that you're accusing the Chinese of doing over yours. Matt, that is how do you know? Matt, that is How do you know that a balloon was flying over Botswana? To give an example. We did not name any countries, Matt. I know you didn't. I'm just using that as an example. Fine, I'll use a fictional example. The one I was going to use is Atlantis, but it's underwater, so that's a bad one. But how do you know? How do we know? We have had conversations with countries. Because those countries have come to you and said, "Hey, look, we had the same thing." I will state broadly that we have a range of means at our disposal.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9号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新加坡巡回大使兼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教授许通美批评美国反华有点歇斯底里。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认为，对于中国威胁的渲染背后是美国的深切恐惧，认为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只有敌意。反观美国正在走下坡与空心化，这种舆论氛围大概就是许通美所指的歇斯底里。韩永红反问，中美需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需要在朝鲜核危机等国际事务上沟通，这些难道都不比气球重要吗？昆西研究所研究员杰克·沃纳茨也警告说，华盛顿对中国气球的反应失控，有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散布一个可控威胁的恐慌，将加速与中国的破坏性对抗，从而令曾经的寻常事变成重大危险。美国众院就所谓气球事件全票通过决议。今天外交部发言人严正表态，坚决反对，指责决议纯属政治操弄与炒作。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气象飞艇因为不可抗力失控飞入美国领空，遭到美军击落。那么，针对此一非常事态的美方应对美国国会山报昨天刊出的评论标题就强调，间谍气球事件是美中关系潜在危机的一次预演测试。但是呢，测试结果显示，美方应对不及格，是令人担忧的预演测试，是所谓 worrying trial run。那么至于对美方应对的最严厉的批评，我认为是来自 CNN 名主播，本人也是知名评论员的扎卡里亚。他连续在电视节目中评论炮轰，并且撰文批评美方的反应呢是歇斯底里的。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不能失控到被一只气球来绑架的危险地步。扎卡里亚今天更在《华盛顿邮报》个人专栏中抛出犀利追问，用标题概括就是 "The next balloon type crisis will be harder to deflate"。中美关系下一场类似的气球危机将会更加难以放弃排除。但是呢，必须要指出，至少现阶段在大洋彼岸的舆论场上，这种理性的声音仍然属于少数派，甚至呢被一再压制。美国众院所谓全票通过的决议，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延续。而且呢，美国媒体在报道时都在显著地突出所谓419名投票众议员全员赞成票这样一个数字。那么众所周知，美国政坛激化对立严重，驴象两党在几乎任何重大议程上都是吵得不可开交，达成共识可谓是难如登天。那么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美国众院最新涉华决议以0反对票通过，这当然非常危险。还要强调一点，美方的政治操弄与炒作是所谓系统性、全局性的。那么就行政部门而言，至少已经涉及到五角大楼、国务院、联邦调查局乃至地方的部门等等。此前南卡州甚至还发布所谓的警示民众不得开枪击落气球的荒唐声明。在我看来，这正是气球事件美方歇斯底里综合征的极端的症状。那么失控飞艇，它的飞行高度远在民航客机之上。照此逻辑，这个州是不是更该
警示提醒老百姓不得向民航班机开枪呢？值得警惕的是，国会山的政治操弄与炒作的闹剧也还是在延续。下周美国参议院将会举行所谓的内部听证，所以在此必须要正告美方，歇斯底里式的政治操弄与炒作，乃至其背后的利益算计，都必须要正视并且承受它的反噬。我认为美方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也是在持续增高的。那么美方将为这种歇斯底里综合征付出哪些代价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美国总统拜登持续强调的所谓构建美中关系防护栏的努力。那么拜登总统他不是一直在说要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构筑防护栏吗？如果这一道防护栏它真的能够建成，它必然是双向的。但从美方没完没了歇斯底里的气球事件应对表现来看，防护栏对美方行为的底线约束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非要加一个时间前提的话，那就是到现在为止。所以国会山报才会判定美方的抗压演练失败了。那么扎卡里亚也才会担心下一次再爆发类似的气球危机，如何来消气化解。那么其次当然是对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影响与冲击。中美关系之重，这影响它到底如何体现呢？扎卡里亚就分析，实际上美国是在2个维度展开对华关系，其一是所谓的地缘政治，中美的双边紧张现在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其二就是在商业层面，扎卡里亚认为美中商业联系很大程度上是由2国的消费者与商家共同塑造的，那么政府话事权有限。那么扎卡里亚高度关注中美去年的双边贸易额再创6900亿美元新高的它的标志性的意涵，强调这样一个数字正是全球前2大经济体他们高度互联相互依赖的见证。但这种正冷经热的这个趋势还能够持续保持吗？扎卡里亚他的回答是不。其三就是对外部世界它的所谓外溢效应的一个冲击。那么拜登他不是要全力推进印太战略吗？但恰恰是在美方所谓印太地区，这样一种冲击效应正在被迅速的放大。为什么这种外溢冲击会在美方所谓印太地区迅速放大？因为中美这2个全球性大国，它的块头与分量都摆在那里，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攸关2国人民的利益，同样攸关整个世界的前途命运。所以中国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中美双方需要本着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探讨新时期2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找到2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造福2国，惠及世界。今天《纽约时报》把印太国家的反应和回响集中描述为2个关键词 ：dismay and fear， 失望与担忧。那么美报就引述澳大利亚前国防和外交官员施林普顿称，这绝不仅仅是关乎一个愚蠢的气球，那么这预示着未来的真正挑战和种种问题。曾经出任过澳洲副防长的知名战略学者叫休·怀特，他认同这一判断。怀特就批评华盛顿前期反应不利，后期反应过度，可谓是进退失据。美报引述相关的区内调查就称说，近年亚洲对中美这2个庞大国家的竞争将会如何影响到世界感到不安，而气球争端及其后果只会加深这样一种不安。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为代表的区内领导人近年都在反复警示所谓的选边站困境。那么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不安正是这种选边站困境的情绪化表达。华盛顿知名智库企业研究所的外交防务政策研究部女主任叫克里谢克，她曾经出任过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副司长，她也是华盛顿走通官场学界旋转门的一个代表人物。她今天在外交刊出正版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扎眼的标题 ：Biden's foreign policy is a mess。拜登的这个外交政策现在是一团糟。谢克他所给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理据就是美方的外交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完全错配。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就表示说，美方对华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但是美方这种歇斯底里式的操弄气球事件，正如美报观察所指出的，给印太区内国家带来的是失望与担忧。那么这也正是谢克所尖锐批评的美方政策目标和手段严重错配的再次的见证。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